兄弟们，我又带着恐怖片来了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降临日历。小美是一名专业舞者，但由于一场交通事故，导致下半身终生瘫痪。这天晚上，小美准备休息的时候，突然一辆大卡车向她疾驰而来。就当快要撞上时，小美醒了过来。原来小美自那场事故以后，就一直活在阴影里。这天小美在上班时被老板喊了过去。原来小美的业务是卖保险，但是这个月业绩太差，老板很是生气，并且还说了一些具有侮辱性的话。但小美作为打工人，只能忍气吞声。小美下班后就给继母打去了电话。原来今天是小美的生日，她想跟父亲聊一聊，而继母却告诉她，一个得了老年痴呆症的人，她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记得她的生日？到了晚上，小美正看着父女俩的照片时，一辆车停到了自家门口。小美过去开门，才发现是自己的好闺蜜金发妹来给她庆祝生日了。闺蜜不仅带了香槟和蛋糕，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。小美接过礼物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了，她发现里边是一个降临节日历。小美非常喜欢，就问闺蜜从哪儿弄来的。闺蜜说是在一个集市上买的。她还说这个日历后边写着丢掉它我就杀了你这几个字儿。小美就问这个我是谁，闺蜜说是一个叫 ICH 的人。然后小美把日历放在桌子上，当她打开后，发现里边有一把钥匙。她拿起钥匙就打开了1号格子，而里边却是一枚巧克力。她打开巧克力的包装纸，看到上面有几行字儿，但由于是德语，小美看不懂，就拿给了闺蜜。原来上面是游戏规则。紧接着闺蜜就念了起来：规则1，这些糖果如果吃掉一个，就要全部吃完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规则2，遵守所有规则，直到打开最后一扇门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规则3就是丢掉它，我就杀了你。说完这些后，小美觉得这些规则不像玩笑，但她还是不以为然，一口吃了下去。而一个怪物好像被释放了。紧接着小美打开了2号门，她发现这个巧克力是她父亲最喜欢吃的。然后金发妹劝小美吃下，还告诉小美，万一吃了这个巧克力会和父亲取得某种联系呢？小美轻蔑一笑，打开了3号门，发现里边是一张卡片，而且背后还有字儿。于是又让闺蜜当起了翻译。闺蜜告诉她，这上面写着想治愈伤害就毁了伤害你的东西。就当小美打开4号门的时候，钥匙却卡里边了。金发妹还告诉小美要等到晚上12点才能开。然后两人就过起了生日派对。就当两人吃饭时，那个盒子突然说话了。由于小美听不懂，金发妹就告诉她，这个盒子说12点到了，把门打开。然后小美走到跟前，拧开了4号门的钥匙，只见一个小人从盒子上方弹了出来，而小人背后却有 ICH 3个字母。当小美打开4号门，发现里边是一个类似婴儿的糖果。然后金发妹又翻译了起来，她说耶稣对着瘸子说起来行走吧。而这句话显然冒犯了小美。小美脸色一变，告诉金发妹她要休息了。然后金发妹就回家了。当金发妹走后，小美关上了那个日历，紧接着拿起父亲最爱的巧克力塞进了嘴里。就在此时，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。小美接过电话，竟然是父亲打来的，而且还对小美说了一句生日快乐。说完这些就没了声音。小美非常诧异，又拿起手机给父亲打了过去，可电话那边却无人接听。镜头一转，父亲还是往那儿静静的一坐。第二天，小美又被老板叫去了办公室，而这一次老板向她介绍了新同事。就在两人工作时，小美遭到了同事的嘲讽，而小美选择了无视。过了一会儿，金发妹告诉小美，她晚上有个饭局，想带着小美一块儿去。小美一听还有这好事，欣然答应了。到了晚上，两人准备出发时，小美把父亲打电话的事告诉了金发妹。她走向那个电话，说这不可能吧。然后小美就问金发妹，卖给她这个日历的人没跟她说过什么吗？金发妹却说那是她偷来的。小美听后不以为然。说完这些，两人就出发了。两人到地方之后，发现所谓吃饭的地方竟然是个酒吧。紧接着两人就被大壮喊了过去，然后大壮就向小美介绍了他带来的朋友小胡子，而且大壮还对小美说了一些污言秽语。但由于是第一次见面，小美以为他在开玩笑。过了一会儿，由于金发妹跟小胡子好上了，他就让大壮送小美回家。两人在车上时，大壮向小美介绍了一款炒股软件，还说要把自己刚赚的457块转给小美，但是小美却不感兴趣。就当两人快到家时，大壮见小美睡着了，就开始对小美动手动脚。小美发现后很是生气，而大壮越来越变本加厉，非要让小美给他消火。见小美疯狂反抗，就给他连人带轮椅扔了下去。当大壮走后，小美对着他说了一句去死吧。就在此时，屋里的日历突然打开了一个门，只见一辆跟大壮一模一样的黑色大 G 从门里开了出来。而小美家里的小狗注意到了这个玩具，然后小狗爬上桌子玩起了这个玩具。而在另一边的大壮发现自己的车玻璃莫名其妙的碎了，正
正当他一脸懵逼时，小狗用嘴咬起了那个玩具，而大壮的车子也出现了剧烈的反应。第二天，小美在公园休息时碰到了她喜欢很久的男孩，而闺蜜在此时打来了电话，她告诉小美，昨晚大壮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。小美听到后就想起了昨天自己说的话。电话挂断以后，小美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竟然是大壮发来的。当闺蜜赶到后，小美就把短信的事告诉了闺蜜，而闺蜜却认为只是网络延迟的原因。然后金发妹就点开了大壮发给小美的炒股软件，软件打开后，里边还真有457块。金发妹还告诉小美，她要外出一段时间，说完就走了。到了晚上，小美睡得正香时，那个日历又响了起来，告诉小美12点到了，赶紧开门。小美走过去，打开那个门，发现里边是一颗爱心形状的糖。第二天，小美喝下午茶时，发现自己喜欢的男生也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小美趁着服务员不在，把那颗糖偷偷放进了男孩饮料里。当男孩喝下饮料，直接看向了小美，紧接着就向小美搭讪，并且坐到了小美旁边。他告诉小美，他叫卷毛，是一名医生。而小美看着卷毛非常震惊。到了晚上，小美就在手机上存上了卷毛的电话。当时间来到12点，小美抱着日历又打开了一个门，而这一次里边却是一个类似钟表的糖果。小美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，可只在一瞬间，桌上钟表的时间却变了。小美拿起手机，发现有很多未接电话。当小美看向日历，看到日历上的门又被打开了3个。而小美来上班时，老板却告诉她被辞退了，因为她请了4天假。小美很疑惑，但只能面对现实。然后小美就给卷毛打去了电话。当两人到家后，小美就把这些怪事告诉了卷毛，而唯独没告诉卷毛那颗爱心糖的事。卷毛让她不要再吃了，说完便走了。当卷毛走后，小美发现那些糖纸背后竟然有图案，她把糖纸拼到一起，想到了一家炒股公司。她拿起手机直接投资了这家公司，而投资金额正是之前大壮送的457块。到了晚上，那个盒子一反常态，他没有让小美打开盒子，却喊起了小美家的狗。小狗走到日历前，一个门自己打开了，而那个门里竟然是一根黑色的骨头。小狗吃下去后就从家里跑了出去。第二天早上，小美吃饭时发现那个股票一直在赚钱，然后小美喊起了她的小狗。可是一向听话的小狗今天却很反常。小美来到门口，看到小狗身上全是血渍一般的东西，就当她给小狗洗完澡，发现小狗嘴里好像有啥东西。当她抠出来才发现这不是老板的项链吗？然后就给老板打去了电话，可是却无人接听。然后小美就想起来这几天一连串的怪事，她先是用笔写下了1到11，又把那些吃掉的糖纸放到了对应的天数上，还把对应的事件跟糖纸和天数放到了一起。然后小美看着这些东西，终于明白了游戏规则。时间来到第12天，小美打开柜子，发现跟上一次一样，还是那个类似婴儿的糖果。她看着糖果，想起了金发妹说的话。小美拿起糖果，先是舔了一下，只见小美像触电一样，然后她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。紧接着奇怪的事发生了，小美的双腿不断的颤抖，像是好了一样，但是只持续了几分钟。小美见状，把上一次没吃的那个也吃了下去，但这一次小美的双腿反应更加激烈了。镜头一转，小美在医院醒来了，她还看到一个奇怪的女人在看着她。然后卷毛就告诉她，人们看到小美躺在家门口的马路上，还抓着那个日历不放，就把她送到了医院。卷毛也很疑惑呀，她是怎么走出来的？而小美像是失忆一样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美在检查的时候，脑海里出现了那天的画面。她看到自己抱着那个日历，竟然是用跑的，然后一头摔到地上，被人们发现了。时间来到第13天，就当小美准备睡觉时，那个奇怪的女人抱着日历来到了小美身边，她让小美打开13号格子，然后小美拿起钥匙就把格子给打开了，里边是一枚类似纽扣的巧克力。在一旁女人的哀求下，小美把这个巧克力喂给了她，女人吃到后也满意的离开了。小美到家后把这2件事也记录了下来。就在此时，小美的手机响了，原来是那个炒股软件提示小美已经赚了1万多欧了。紧接着小美打开了14号门，里边还是那个父亲爱吃的巧克力。就当小美要吃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到了第2天，小美来到了父亲家里，紧接着小美来到父亲面前，把那个巧克力喂给了父亲。父亲刚吃下去，就转头看着小美，并且喊着小美的名字，这给小美激动坏了。父亲告诉小美，生日那天的电话就是他打的。他还告诉小美，这个日历会要求祭品，而祭品有可能是陌生人，也有可能是他的亲人或者朋友。如果小美想走路，那就必须要杀人。父亲告诉小美，如果轮到他的时候，请小美不要犹豫，如果小美拒绝，小美就会成为祭品。说完这些，父亲就恢复了原样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美找到卷毛，把自己吃完糖果后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。他让卷毛看着他吃下这个糖果，并且让卷毛记录一下会发生什么事。当小美吃下后，她的双腿不断颤抖，然后小美躺到地上，像是很痛苦的样子。可没过一会儿，小美停了下来，然后就对卷毛说，她能感觉到卷毛在摸她的腿，然后2人趁机整了一下。3分钟之后，卷毛就把小美送到了游泳馆。就当卷毛回
回家时，他发现小美家里的钥匙落在了车上，然后他就开车来到小美家。他打电话告诉小美，他把钥匙放进了一旁的陶罐里。就当卷毛准备离开时，发现小美家的大门竟然开了。当他走进去之后，看到了小美桌子上的东西，然后拿起那个爱心糖的糖纸，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然后大壮看向那个日历，当他想触摸的时候，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怪物。紧接着，日历上的小黑板竟然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排字，而上面的内容竟然是不要暂停呼吸。卷毛看到后并没有在意，他拿起那个日历装到了一个包里，开着车扬长而去。当他来到一个小河边，毫不犹豫的把日历扔了下去，只见那个包快速下沉，而河的表面泛起了一层烟雾，就连天空也暗了下来。然后河里钻出了一个怪物。小帅看到后吓坏了，扭头就跑了起来。可他刚掉好头，发现怪物不见了。突然那个怪物打碎车窗，把卷毛从车里拽了出来，然后拉起卷毛的腿向河里走去。只见怪物抓住卷毛的头，把他按在水里不让他呼吸。而一旁的小美在游泳时竟然看到了卷毛，当他游过去才发现卷毛已经没了呼吸。小美很伤心，但她却无能为力，最后还是游了上去。当小美上来才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然后小美游向岸边，可那个怪物抱着日历出现了。就当怪物触摸小美时，小美却在家醒来了。突然有人敲门，原来是游泳馆的小帅，他来给小美送轮椅来了。他问小美是怎么回来的，因为他的东西都在游泳馆。然后小美像疯了一样让他离开这里。到了晚上，小美坐在日历前，当时间到了之后，他就打开了17号门，而里边却是一个发光的糖果。小美喊着卷毛的名字吃了下去。没过一会儿，家里出现了很多奇怪的声音。当小美来到卫生间，看到镜子上竟然发光，她顺着镜子看过去，竟然看到了卷毛。然后小美在镜子上刻下了那句不要暂停呼吸。时间来到第18天，那个日历走到小美面前，让小美把门打开，但是小美有点不情愿了。可就在这时，那个18号门弹出了一样东西，小美拿出来才发现竟然是一把刀，而且刀上带着血，还有一个小狗的图案。小美看到后就明白了，这个恶魔是让她杀了自己家的狗。但是小美非常不情愿，可那个怪物突然出现，抓住了小美的脖子。小美没有办法，只能再次捡起那把刀，怪物也放开了手。第二天，金发妹出差回来了，她来到小美家里，喊着小美的名字，发现没有人回应，于是打开门走了进去。可她一低头，发现了一滩血，她顺着血迹走过去，看到了抱着小狗尸体的小美。到了晚上，金发妹让男友先回家，她说今晚要陪一陪小美，明天再带着小美去找她。当金发妹来到屋内，发现小美已经睡着了。可到了12点，那个日历又出现了动静，金发妹走过去查看，她拿起钥匙打开了19号门，发现里边是一个类似生殖器的糖果，然后就揣进了自己的兜里。可小美突然出现了，问她里边是啥，金发妹却说就是一个口香糖，然后就把口香糖给了小美。可小美吃下后并没有发生什么事儿，然后两人就去往了金发妹男友小胡子的家。就当小美愣神的时候，时间静止了，然后她就发现一旁的金发妹换了一身衣服，而自己也穿上了裙子。只见金发妹在开车的时候玩起了手机，然后一辆大卡车朝他们撞了过来。就在此时，小美醒了过来，她看着那个糖纸，告诉金发妹只是一段回忆。原来小美失去双腿的原因就是因为金发妹一时疏忽。第二天，金发妹想跟小美聊一会儿，可到了12点，小美发现日历上的小人不见了。然后小美打开21号格子，里边还是那个类似婴儿的糖果。她告诉金发妹，如果她吃下这个糖，那个怪物就会杀了她。然后小美把那个糖交给了金发妹。紧接着金发妹找了男友，想跟她整一下子，但是男友却没有兴趣。只见金发妹掏出了那个糖果，放到了男友嘴里，然后就是一些见不得人的画面。而在一旁的小美正抱着那个盒子自言自语，可当她仔细一看，发现盒子的顶端好像有啥东西。小美打开后发现里边是一张画，而且上面还有画家的地址。可就在此时，隔壁传来了金发妹的惨叫。突然金发妹被一脚踢了进来，而小胡子双眼发红，像是着了魔一样。然后怪物出现了，直接让小胡子领了盒饭。只见怪物缓缓走进来，一脚踩死了金发妹。然后怪物来到小美身边，示意小美吃下那个糖。小美照做后，怪物就消失了。到了第21天，小美根据画上的地址开着车就出发了。到了之后，小美就告诉里面的人，她想谈一谈这个1年前画的画。但是画家打开门，告诉小美她5年前已经失明了，怎么可能会有1年前的画。然后两人来到屋内，这个大胡子就用手摸起了画。只见大胡子先是杀害了妻子，然后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孩子。当大胡子清醒后，一脸愤怒地看着小美，而他的妻子和儿子也在此时走了过来。他告诉小美，他没画过这个画，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好好的。而小美却说，他们当时已经死了，这个画是他留给下一个人的信息，他必须献祭他们。这个后边会解释啊，兄弟们。然后大胡子就把小美赶了出去。时间来到第22天，小美打开那个格子，发现里边是一个
玩偶。他看着这个玩偶，想起了以前的同事。就当小美放下玩偶时，那个怪物又出现了。然后小美重新拿起玩偶，她先是揪掉了玩偶的头发，而一旁正在洗澡的同事也发现头发掉了。只见小美一点一点的把玩偶的头发薅光，而同事这边也成了光头。然后小美就掰起了玩偶的四肢，最后把玩偶揉成一团，扔到了路边。小美到家后看了一眼那个股票，发现自己账户上有了30多万欧元。紧接着小美找到了一家5星级酒店住了下来。然后小美坐在床边，打开了23号门，而里边是父亲最爱吃的巧克力，并且还有一把手枪。镜头一转，继母这边收到了小美的圣诞礼物。她打开盒子后，里边正是那个日历。当继母看到日历背后的字时，转身就扔进了壁炉里。可就在此时，怪物出现了，直接送她领了盒饭。而小美就在楼底下静静的看着。小美听到尖叫声后就走了上去，她瞥了一眼继母的尸体，然后来到父亲旁，把巧克力喂给了父亲。当父亲醒来，他就知道这一次轮到他献祭了，然后背过身让小美开枪。小美在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中，还是选择了开枪。时间来到第23天，游泳馆的小帅敲响了小美的房门。当小美开门后，他问小美的腿好了吗？而小美却说没事了。然后两人看对眼了，就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而小美也把日历的事告诉了小帅。原来小美吃完最后一颗糖后，一切都会回到原点，小美也会忘记一切，就跟那个大胡子一样。然后小美抱着日历来到了天台，她拿起手机打开录像，并且告诫以后拿到日历的人一定要遵守规则。然后小美拿起手机，把手机放进了日历的顶端，而手机背后还有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留给下一位的信息。紧接着小美打开日历，并且用钥匙打开了最后一扇门。就当她要吃下去的时候，小帅突然找了过来，他告诉小美最后一颗可以不用吃，因为规则第2条说的是遵守所有规则，直到打开最后一扇门。而小美已经打开最后一扇门了，她不用再遵守规则，她已经自由了。然后小帅抱起日历从楼上扔了下去，但是小帅却一点事儿没有，这也证明了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。然后小帅告诉小美，他可以选择吃掉糖果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他也可以选择不吃，不用再依靠轮椅来迎接崭新的人生。电影最后，小美拿着糖果大喊一声，至此电影结束。兄弟们，要是你们会怎么选呢？